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藻类的基本特征。藻类研究的初期，因为藻类具有细胞壁、叶绿体，还有可行光合作用，它产生氧气，那从中间获得自己成长所需要的养分，因而在早期的分类学当中，它被归类在植物界里。但随着藻类的形态、细胞内的色素、光合作用的产物，还有藻类细胞鞭毛的有无，甚至是细胞壁的成分等等的这些研究结果，使得这些复杂多样的特征都与植物的原来的特征有明显的不同，因而使得藻类开始自植物界中被独立出来。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藻类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形态。你知道最小的哺乳类有多大吗？大概只有1到3公分，而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则有33.4公尺长，两者之间相差了近3000倍。但是呢，不同藻类体型间的变化可以从只有1个微米，也就是0.0001公分的单细胞小球藻，到可长到60公尺长的大型核藻，两者之间则相差了近6000万倍。小型的藻通常我们称为微细藻，也简称微藻，英文就称为 microalgae。这一类的藻通常要透过显微镜的观察，除非它以聚集的方式生活，不然我们肉眼很难观察得到。而大型的藻，英文是 macroalgae， 它泛指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藻类，且大都以生活在海边的海藻为主，所以也有人以 seaweed 来称呼。还有部分像生活在淡水环境中的丝状藻、水绵、网状藻等等。不管藻类是大或小，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细胞正是生物最基本的特征。藻类细胞的构造中，可以先从它是否具有细胞核膜，而将藻类分成不具有核膜的原核藻类，以及有细胞核膜的真核藻类。原核藻类以蓝绿藻为主，它跟细菌都归属在原核生物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称它为蓝绿菌。其他的藻类都是属于真核藻类。其次，藻类个体从独立生活的单细胞到形成群体生活，再经由细胞分化成不同功能的细胞，这是藻类生物演化与分类的关键。藻类存在环境中的样貌有下列几种，包括了单细胞的个体，或是由单细胞聚集形成的群体，还有由细胞排列构成的丝状体，另外还有多核的管状细胞，以及细胞分化后的真组织。我们就来逐一介绍这些不同的藻类样貌。首先是单细胞。单细胞的微细藻，它都以单一个体生活，有的具鞭毛，它可以游动，有的则静止不动。这些单细胞的藻类会随着种类不同而形成其特定的形状，除了大家很熟悉的圆球状、椭圆球状之外，还有像纺锤状、针状、棍棒状、软圆形、三角形、方形、菱形、新月形、S 型等等，非常的多样。这些各式各样的形状是认识这些单细胞藻类的开始，种类数保守估计超过10万种以上。而2个以上的细胞聚集在一起，以群体的方式生活，通常会有2种形式，一个是有固定细胞数的定型群体，另外一个是没有固定细胞数的颗粒型群体。定型群体的藻类细胞数通常会是2的 n 次方个，像从2、4、8、16、32、64，像是炸藻、勋章藻就属于这个类型。这些固定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在藻类细胞发育的时候便已经确定了。随着藻体的成长，只是会让细胞再变大一些，并不会增加它的细胞数。大家可以想一想，单细胞的藻类在繁殖的时候，有一个细胞分裂成2个。那定型群体的藻类究竟要如何繁殖下一代呢？在下个小单元中，我们再告诉大家答案。另外一种是没有固定细胞数的群体，它在排列上也不规则，会透过细胞壁外产生的胶质，将群体中的细胞连接在一起，像是同粒围囊藻，还有会形成像树状的锥囊藻。单细胞藻类还有一种会透过细胞的串联形成的丝状体，这顾名思义就是如法丝般的形态。这些丝状体的细胞会以一端接着一端形成单列的长条状，细胞分裂增生时会向2端延伸，像是鞘丝藻、刚毛藻，而这些藻类可能是用单列的形式，也有可能是多列的方式。上述的藻类形态
大都出现在维系藻类中，而以下要介绍的形态则较常发生在大型藻类上。这些藻类相较于维系藻，形态与结构会因细胞的分化而有较多的变化，也会产生特定的组织，但比起陆生植物来说，相对的还是简单了许多。大型藻中有些种类的细胞具有多核的特性，这个现象是因为细胞核在分裂的时候并未形成新细胞壁，所以原来应该独立的两个细胞能共用一个细胞膜及细胞壁，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细胞中有好几个细胞核的情况。像这绿藻中的蕨藻、松藻、丝状的红藻都有这样子的特性。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藻体的细胞是多核的呢？只要将藻体的细胞予以荧光染色，并透过荧光显微镜就可以观察到了。所以这些多核的细胞我们也称之为管状的细胞。最后是真组织，真组织是以原生质丝连接的3度空间的细胞排列，因此它会产生的片状、圆柱状或类似植物的茎或叶的构造。在这样的真组织的演化过程当中，还会有接近像真组织的形态，我们称之为拟真组织。像石唇虽然看起来是片状的，可是它是由2层细胞构成，它就不是真正的组织。而真正组织的细胞分化确立了许多细胞藻类在不同构造上的功能，也使得藻类更接近植物的形态。那这些真组织的藻类究竟长了什么模样？我们可以从这些图上面来看，它包含了丝状、团块状或叶片状、羽状、膜状、分支状、虫状、球状或是长条状，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表现。藻类最复杂的形态就属于大型核藻了，它的外观有接近高等植物的根茎叶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以这样大型核藻来说，它的基部很像根的部位，我们不称之为根，而称之为附着器，英文叫做 holdfast。 在功能上，附着器只做附着的功能，避免这些海藻随波逐流。除了附着器之外，用来支撑藻体的我们称之为柄，英文叫做 stipe。 而它很类似植物的茎，但是呢，它不具有植物茎部传送水分跟养分这样子的功能。除了附着器跟柄之外，大型核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叫做叶状体，它跟植物的叶片的功能也不太相同。大型核藻的叶状体英文叫 blade， 而植物的叶子叫做 leaf。 而大型核藻的叶状体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跟养分，来借此成长。大家可能不晓得，海藻的柄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美食，像我们常吃的海龙就是公牛藻的柄，而公牛藻来自于纽西兰跟智利。此外还有一个我们也很常吃的大型核藻叫做裙带菜，它是来自于日韩的温带海域。而我们吃的柄我们习惯称它为海带根，而海带芽则是它的叶状的部位。除了附着器、柄跟叶状体外，大型核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构造，我们称之为气囊。这个构造类似浮球的功能，可以协助水中的大型叶状藻体延伸到水面，借此吸收光线。台湾本岛沿岸的马尾藻或是长在温带的大型核藻都可以常见到这样子的构造。藻类的基本外观形态随着种类的不同还有更多样的变化，而这也是早期的藻类学家在鉴定藻类的基础。除了藻类的形态差异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外，藻类细胞的构造、光合作用的色素以及光合作用的产物，还有藻类细胞鞭毛上面的数目跟形式、细胞壁的成分以及藻类本身的营养方式，也都是传统的藻类分类所需要观察的重要基础。这部分留在第2单元再一一向大家介绍。而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藻类分身资料库已经累积了许多藻类的生命条码，这些是目前除了形态分类以外很重要的藻类分类工具。